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并非智商，而是其思维模式。有人站在楼顶想要自杀，他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谈了8年的恋爱，但他却选择跟一个土豪跑了，因此他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警察却告诉他，你跟别人的老婆共度了8年的时光，你怎么有脸自杀呢？他陷入了沉思。不久后，他露出了一个微笑，然后慢慢地走下了楼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别人不敢想的，你已成功一半；做别人不敢做的，你就成功另一半。但事实上，有99%的人都保持正向思维。想象你是一个想要开设一家特色餐馆的年轻人，大多数人可能会这样考虑：我应该选择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设计一个时尚的装修风格，还要招募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团队。但如果你选择反向思维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这样问自己：我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地点？我不想让我的餐馆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想招募怎样的员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清晰、更具体的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从而更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否定的答案，但请记得，每一个否定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肯定。所谓逆向思维，是一种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真正优秀的人通常都具备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再来听2个故事。故事1，让我们看看一位家庭主妇如何利用逆向思维来帮助她的孩子养成好习惯。她的孩子特别讨厌吃蔬菜，每次看到蔬菜就皱眉头，无论怎样说服都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她想到了一个妙招。在孩子面前，他故意做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吃着花菜和胡萝卜说：哎呀，这个真是太好吃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没有机会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真是太幸福了。但是这个只有大人才能吃，小孩子是不能吃的哦。孩子听了立刻露出好奇的眼神，他的反应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和反叛心理。很快他也想尝尝只有大人才能吃的美食了。结果不言而喻，孩子很快就爱上了各种蔬菜，不仅养成了健康的饮食习惯，还学会了珍惜眼前的美食。故事2，一位商人向哈桑借2000元钱，并立下借据。临近还款日期，借据竟然丢失，哈桑十分焦急，因为他知道没有借据，商人不会返还欠款。这时，朋友建议哈桑写给商人一封信，请及时归还我借给你的2500元。明明借给商人2000元，为什么让他归还2500元？虽然不解，哈桑还是照做了。商人很快回信：我向你借了2000元，不是2500元，到时候就还你。这个故事是著名的哈桑借据法则。哈桑正是利用了逆向思维，让商人又立下了一张借据。逆向思维不仅可以打破常规，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还可以启发我们去发掘日常生活中隐藏的机遇和可能性。通过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元和丰富。逆向思维好比是一面可以洞察事物深处的镜子，它不是一味的迎合或顺应，而是选择一个不同的，甚至是与众不同的路径来理解和解决问题。它的存在打破了思维的惯性，让我们的脑海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想法和视角。那我们又如何来训练逆向思维呢？锻炼逆向思维的5个方法。反常识提问法。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时，首先可以尝试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提问时可以挑战一些已经被公认的常识。假设你晚上去自助银行存钱，刚好这个 ATM 机发生故障了，存的1万元被吞了。你联系银行询问有没有解决办法，没想到被告知要等到第2天才有维修人员。这时你想到了逆向思维，就在另外致电客服，说取钱的时候 ATM 机多吐出1万元。结果5分钟后维修人员就赶到了。你要触动对方的利益，把你的问题变成对方的问题，而这个思维通常并不是一个被公认的常识。角色互换法。角色互换法要求我们尝试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透过理解不同人的想法和需求，
我们可以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和机遇。举例，有位妻子想改掉丈夫晚回家的习惯，便为丈夫定制了一套规定：晚上11点后回家就锁门，不让进家。刚开始第1周很奏效，但到了第2周，丈夫的坏习惯又犯了。妻子依照规定执行，果然将门锁上，结果丈夫干脆不回家了，这让妻子感到非常沮丧，不知所措。经过反思和逆向思考，妻子重新与丈夫协议规定，11点他不回家，妻子就开着门睡觉。这让丈夫大惊，从此他确保每次都能在11点前回家。这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策略，利用了丈夫的恐惧，而不是直接的管制和命令，来激发他的自我控制和责任感。结果倒推法，有个人想购买一个店面，他便拨打了贴在玻璃上的电话号码。然而他发现对方是一名中介，而且中介费用非常高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狡猾的方法，他拿起一块小石头，将一扇窗户砸碎，并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表明愿意赔偿损失。几天后，房东联系了他，他直接与房东协商，成功避免了中介费用并购得了店面。但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不知该从事什么生意。他决定在店面贴出租信息，并向来寻的租客询问他们打算用店面来做什么生意。最终，他选择了答案中提及最多次的那门生意来经营。这是一个运用结果倒推法来解决问题的实例，通过事先预见可能的结果，在逆向规划步骤和方法，达成目的。心理逆向法，这是一则关于心理逆向法的故事。当年土豆传入法国时，本地的农民并不愿意种植它，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策略，在各处设立土豆试验田，并派遣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守卫着它。这引起了周围农民的好奇，他们见到这一异常的情形，便认为试验田中种的必定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于是他们常常趁机溜进试验田，将偷回的土豆种在自家的田地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豆逐渐成为法国农民广泛种植的一种农作物。此例正好说明了送者见，求者贵的心理奏效。在许多情境下，悖论性的心理法则似乎间接证明了逆向思维的存在和有效性。例如，你所能提供的东西，你一个也不要。剧院里越不靠近通道的座位，其上的观众来得越晚。车越破，开得越疯。要不是最后1分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你轻松找到了停车位，那么你很可能会找不到你的车。这些看似悖论的现象，实则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个特点：有时逆向的方式能更好地引导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它告诉我们，一切禁止往往都意味着加强，揭示了人的心理常常与表面看到的相反。属性逆向法，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元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即使是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观察，其性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许多摄影者在拍集体照时总是先数3、2、1，但即使人们都努力睁大眼睛，总会有些人在数到1的时候忍不住眨眼。后来有个人出了一个主意，大家半信半疑，甚至觉得有点奇怪。但当照片拍出来后一看，果然没有一个人是闭眼的。这个方法很简单，让大家都闭上眼睛，然后在3、2、1后一起睁开眼睛。这让你想到了什么吗？再一个例子，一位喜欢静谧的老人家前常有孩子嬉闹，他有一天开始每天给他们3块糖，感谢他们带来的喧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糖的数量减少了，直到一天他不再给他们糖。孩子们生气地说，他们不再为老人带来喧闹了。如此一来，老人成功地恢复了他的宁静。这例子显示，人们往往不珍惜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第3个例子，在美国，有一家公司生产的番茄酱非常稠，与市面上的产品不同，初期让很多家庭主妇感到不方便。该公司首先考虑更改配方，但后来一名员工提出，我们的这个缺点能不能变成一个优点呢？大家意识到，高浓度其实可以证明其含有更多的番茄成分，这可以是一个卖点。因此，他们改变了策略，并强调其天然之味、不加水分的特点，最终使产品成为畅销品。查理·芒格会首先探索令人不幸和悲惨的情境，
来寻找幸福生活的秘诀。他会先研究公司怎样失败和衰退，来理解如何让公司变得更强大。他首先研究人是如何死去的，然后避免这些死法。反转型逆向思维法是一种在研究问题时，由于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受阻而改变思考角度或方法，从而顺利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强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逆向思维方法核心理念是透过打破常规和逆向思考，带来非凡的解决方案与创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境时，不妨尝试全新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常规的解决方案。逆向思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还可以开创新的可能性。谢谢各位观看，如果喜欢，请点赞订阅。